是维持感创执行长，我是 Hugo。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在市场上跟在这个产业上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各位有帮助。然后一开始可能先工商一下，概念上是我看到很多那个大数据所的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会后我们也可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我们公司看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未来大家合作的可能性啊，很期待。好，那首先我们就先开始我们的内容。那今天的题目主要是 AIoT 在智慧科技应用与高龄照顾。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好了。好，嗯，好，那我们公司是一间新创公司，它从2020年7月开始到现在。那我们几位创办人之前都是在科技业，OK，都在科技业。那因缘际会，等一下有一小段我们再来聊这个过程，OK。那我们的产品叫做 IQ 智慧照护帮手啊，等一下下一页会讲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我们的营业额大概也就是小朋友的阶段了哈，就是当然一年大概都 double 一个成长，但目前还在一个努力往上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感测器信号的数据的分析到所谓的大数据的整理。那目前来讲，在台湾已经大概有台湾、日本、香港大概有200多家长照机构使用我们的设备，包含在宅医疗还有居家用户。那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参加一些比赛啊，陆陆续续走到现在。那我们也成功打入日本的长照市场，也就在日本使用我们的设备是可以拿政府补助的，它有一个清单。那当然，我们今年也很 lucky，很努力拿到了 ISO 的13485、27001、27701啊，希望一步一步再往前这样。OK，那先进来看一下东西，它是一个床下感测垫，这张图上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啦。那我们就看一下左下角这一片灰色的，啊，就是我们的 sensor，就是我们的感测垫，它是一个床下感测垫的形式，它非接触，可以全天候的监测，有数据，有即时通知啊，我们可以知道长辈在床上的什么状况啊，他的在离床，他在上面翻身，左翻右翻，他的睡眠状况啊，我们都 continuously 都收得到。那另外一个生理参数有呼吸率啊，有体动，有心跳。那体动代表特别啊，什么叫体动？如果想象一下，长辈常常说睡不好啊，或者是他有一些疼痛导致的，昨天晚上辗转难眠，你可以想象他在床上就会是动来动去的，他就 unstable 嘛，正常睡觉是很稳定的。那体动就是他在床上如果有翻来翻去，有一些不正常的肌肉的抽动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那另外一段就是床下感测垫不错诶，可以连 heart rate，可以连 respiration rate 都可以用。那另外一段是有没有可以量体温啊？有没有量血压、血氧啊？但目前的技术啊，再厉害的大概都没有办法量体温、量血氧之类的概念，所以因此还是要搭配一些这样的设备。那有了这些资料之后，基本上我们就掌握了这一个 patient 的所有的 information。好，那有了这个 continuous data， 你大概知道，昨天晚上怎么样？这一个礼拜怎么样？这个月怎么样？啊，3号你大概就有一些可以很简单的想法可以看得到。好，那目前我们如刚刚讲的，我们在台湾的导入现况，日本跟香港，事实上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这5年来，我们算是唯一不能讲这样讲不太好，就是我们是一个一步一脚印的公司。OK，意思是这样的床下感测垫或这样的东西，事实上10年前就有了啊，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在 Day One 呢也觉得哇，有这样的设备很好啊，对不对？我们做出来，我们有很好的技术的 background，我们做了一个 hardware 就送到长照机构，然后大家就开始用了嘛。然后当然刚刚是我们新创公司嘛，我们的逻辑叫做 No news is good news 嘛，所以没有 feedback 就看起来大家用的不错。就那个真实的状况是这样，就是哎呦，这个不知道怎么用啊，这个通知要干嘛啊？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OK， 因此呢，这1个月的 POC 可能
啊，当然就中上层嘛，哈，的阿长啊，或者是就用的还好吗？下面说OK 啦，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嘛，也没有什么那个，对啊也基于礼貌，大家也就还不错还不错，但事实上说真的是完全没有导入的那个效益跟那个跟现场完全没有结合，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一整件事情的关键不在那个 hardware，不在那个 hardware，是在那个 data，是在那个 service。谁看这个数据？你的 sensor，你的这些东西是为了收集现场的资料，收集完的资料之后，谁会去 care 这件事情？先把这些东西要整理出来，然后怎么变成所谓的 information，然后找到 care 的人 delivery 给他 ，OK，才完成这个整个 service 的这个 flow。好，那先讲到这边，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往下继续。好哦，那今天的 agenda 大概我会分这几段啊。第一个是全球高龄化的问题，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日本，因为日本算是全世界最高龄的国家嘛。那他们有一个介护保险，所以政府必须是当庄家来 own 这整个高龄照顾的这件事情，所以他花非常大的力气在做高龄照顾。那因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怎么做。那另外就是台湾现况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再看一些案例的分享。这个大概是2019年的资料啦，这是 WHO 之前的资料，当然就是高龄化的人口非常多嘛，现在87亿嘛，哈，3号大概有10% 的人是65岁以上的，65岁以上。那我们就其实这个经过统计跟算一下，你就会知道一个国家有多少65% 以上的人，然后它有多少医院，有多少床这一件事，再下一个呢，有多少长照机构的病床。OK， 长照机构病床，然后再来就是会到居家里面去。就像我们2019年，我印象很深刻，2019年的报道说，台湾那个领长照2.0的人有40万人。OK， 那这40万人不一定住在长照机构哦，那以台湾的长照机构来讲，就10万床。好，有40万人在使用长照2.0所以这几个数字就能够去抓一下哪些人可能偏中重症，会需要有足够的床，然后给予更专业跟 professional 的照顾，所以这个就可以推估。事实上，以我们讲智慧床垫这样的 idea 来讲，以稍微偏中重症来说，事实上那个起跳都是千万等级的需求，而且只针对在这几个，可能还是要考虑到现实面毕竟智慧科技的导入都涉及到费用的问题。好，还有一个很重要，从影片一开始谈 AIoT 嘛，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我们都在资讯业，或在学校在这种高科技公司，网络都不是问题啊，对。但你去长照机构，每一个床都有网络吗？不一定。我就讲最简单的，你自己家里的阿公阿嬷的房间网络好吗？都不一定好哦，因为你只考虑你的房间跟会用网络人的房间，那个网络信号要很好。但是在真需要的那一群人，你要照顾那一群人，他如果没有网络 ，sorry， 那个 IoT 是断掉的，完全不起作用。所以这一样也是全球面临的同样的事实。那台湾已经算是 IT 化还不错的国家了。那其实我们的 IT 化，我们在长照机构 IT 化比日本都还要好，比日本都还要好。所以你可以更想到某一些落后国家 AIoT 要导入还有一段路。第一件事情，网络不能克服，后面都不用说了。好，这个是全球高龄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数字，看那个人口金字塔。全世界人口金字塔在最左边嘛，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三角形。你之所以叫金字塔，本来应该要这样嘛，对不对？就是最上面那一块比较灰灰的65岁以上，65岁以上，所以你就看到台湾、日本、香港，台湾、日本、全球，全球的状况，毕竟非洲还有一些比较相对落后国家，他们的老人的那个年龄大概稍微偏低一些了所以全球看起来这样。那日本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长寿的国家，所以你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它上面那一块好大一块OK， 那中间那块亮亮的就是那个15岁到65岁，一般在人口统计里面，15到65就是可以工作有产值的这一群人。好，那下面呢是没有产值的，15岁以下大概比较难有产值那你看到台湾，虽然现在大家说哇高龄人口很多很可怕对不对？然后高龄已经面临那个，其实现在也不是最痛的时候。你再往下推5年、10年，那个很可怕的。你看到我们的下面
如果就用比例来讲，虽然日本的人口基数是亿嘛，哈，台湾的人口基数2300万，可是你看到我们下面那个很 sharp 的那个很尖的那一块，比日本还要尖啊！台湾已经是在全世界排名前几个叫做那个出生率非常非常低的国家了。好，那这件事情就面临一个问题，是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的问题。所以其实台湾我自己认为在往后的10年到20年，其实高龄的那个会非常的严重，因为第一件事情是钱哪里来，谁要负责照顾老人，这是下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等一下再来聊。然后，如果是从子女，我们都有像我这个年代就有上有老下有小嘛，你怎么做资源分配的这件事情啊？如果不是我，好，那国家会负责照顾我吗？啊，这个值得思考。好，所以这个看到日本其实是非常通的国家，他们在10年前、20年前就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开始导入所谓的智慧科技。OK， 好，这个是一个人口金字塔，看到台湾很严重的问题。那另外一个事情，当然这个很棒嘛，哈，在 ICU 里面啊，或者在医院里面都能够有这些东西做很好的照顾，但这些东西都是钱呐，这些东西都是钱。那一个国家当然回到现实面，要把钱用在需要被照顾的那一群人身上，跟重要的或者是紧急的 ，OK。但如果是长期的呢？如果是长期的，能这样子吗？可以，所以再跳脱另外一个思维，在长期照顾、高龄照顾这一段，其实是用我看到的哈，用最 minimum affordable 的那个东西来让长辈维持一样的品质，没有要用最高科技 ，OK， 但是可以维持它的品质，能够持续走下去 ，cost effective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OK， 如果没有 cost effective， 这基本上也走不下去。好，这边有一张图是WHO 的，在看那个，就是在谈 ICOP 的时候，就是老人家的这个整个健康的过程大概是这样，蓝色这条线它很棒嘛，哈，就是慢慢，然后到衰弱的过程，后面这个掉下来真的很短 ，OK， 到失能的那一段时间一点点，然后黄色是什么状况？突然间有一个小状况，其实都会了哈。那老人家最常见的就是跌倒，一个跌倒髋关节摔断了之后，他就开始可能卧床没有照顾好，恢复的不好的时候，他就开始很快的就往下 drop 下去了，就衰弱下去了。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又或者是让这个 risk 下降，让这个他跌倒的风险可以下降？当然不仅只是跌倒，中风也是哦。慢性病的追踪当中，你持续高血压导致的你中风，或者是像我就稍微不健康一点嘛哈，那个三高导致的结果，可能的这个风险高，风险一高，突然间出现中风之后，一定会有走2条路嘛，一个是很严重跟不严重，哪怕不太严重，还是涉及到我就不想嘛，我已经中风 ，example， 我假设65岁或68岁，我突然间中风，这时候我会面临一个问题是，我还有那么积极要 recovery。我如果自己都没有 intention 的话，然后再来社会的人，然后再下一个我在68岁要考虑到的是我的小孩了。对，一个是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另外是我的小孩要考虑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照顾。又另外一件事情，国家啊，国家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把你拉起来？他如果不拉起来，就另外一个问题叫做健保就要支出了。OK， 因为我可能持续健保嘛。OK，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照顾的过程，有没有机会往前一点点？那这就涉及到预防医学嘛。预防医疗、预防医学的部分，你有没有可能在他有一点点小状况的时候，你能够先提醒他一下，甚至于 serious 一点半强制哦。假设不好意思，你就是体重100，好，多一点哈，体重110，然后呢，你的作息非常不稳定，因此你可能需要怎么样啊？换另外一件事情，当然了，毕竟民主国家没有办法真的强制嘛。那往负面的走向会走到哪里去？我就自己不把自己照顾好啊，之后我就花健保的钱嘛，的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个就从整个预防医疗跟大健康的角度出发了。OK， 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都在谈一件事情，叫做照顾长辈。照顾长辈这张图啊，是我们几个就是创办人一直在思考这一件事情，然后常常在拿出来讨论，然后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深刻感受到，原来这个故事是这么一回事。就讲一下当初的故事。我自己父亲是肺腺癌离开的，当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是3B 了。OK，当时在台大跟我说剩下半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决定试看看用其他的方法治疗看看，我们没有直接去走那个
化疗，我们先走标靶，然后标靶很 lucky 嘛，那标靶也可以预想得到，标靶就是前面一开始没有问题，然后后面就开始抗药性，对，然后我爸爸一共整个过程大概4年的时间，到最后半年我离开公司陪他走最后半年，我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们能把一点点科技的东西拿到这种照顾的现场，其实不管对长辈对家属都很有帮助。所以那个时候是起心动念的。那因缘际会，我的同学跟另外的同学，然后大家同事大家一起，刚好我们这几个3个创办人的父亲都刚好经过这一段。那其中另外一位他的父亲也是肺腺癌，OK。然后另外一位他爸爸是失智，然后是台大数学系的教授，然后是失智，然后最后那一段也是，你可以想象失智走到最后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他都不会认识你是谁了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觉得，如果可以带一点这个东西进来的话，在高龄照顾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当时我们3个人在同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当时做的是3D 视觉，那个是我们公司在前一间公司我们在做3D 视觉。3D 视觉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如果大家有一点那个的话，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最早也是有用 3D 视觉，现在全部改2D 了。3D 视觉可以用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像 AGV 那个地上行走的车子、扫地机器人、机器手背、工厂自动化，这些都是 3D 视觉的强项。那当时我就 study 到一件事情是，3D 视觉用在高龄照顾。那这个题目在日本 ，OK。那日本有公司用 3D 视觉在高龄照顾，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日本的老人家跟长照机构，他们基本上95%以上吧，98、99了，几乎都是单人房，他们比较注重隐私，所以长辈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OK。然后原则上啊，照规定啊，一样啊，每2个小时要去巡房1次嘛，哈，这就是算是不成文的规定，大家还是要去巡房。那你可以想象晚上就要去把门打开，看一下老人家，再把门关起来这件事情，所以就效率问题，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困难嘛，哈。那长辈睡得好好的，不小心把他吵醒了，哇，你后面就更辛苦了。OK，所以呢，用3D 视觉一支 camera 照着这个房间，那非常好啊，能够掌握每一个长辈的状况，非常好。那这也是我们当初创业的初衷，觉得透过3D 视觉的技术，我们能够做完这件事情。那因为它日本是有补助的，所以我们就对着这件事情往下走。那公司一开，2020年大概没有2、3个月啊，没有几个月就 COVID 了，就封城了嘛，所以日本也不要去了。但只剩下下一个问题，你怎么去思考你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在台湾落地 ？OK， 一开始我们就想着要去日本 ，OK。另外一件事情就面临一件事情，我要怎么在台湾落地？那我们在台湾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就把我们3D 视觉的技术弄起来，然后去访谈长照机构，去跟他们聊。然后一去到长照机构，基本上先吓到一下，台湾的长照机构全部都多人房。OK， 全部都多人房，然后晚上那个 curtain 全部都会拉起来 ，OK， 拉起来之后，哇，看不到，那就是每一个长辈头上要有一个3D 的 camera 这样照着这样子啊，虽然就是去识别化嘛哈，但是3D 的 camera， 那个 cost 其实很高，后面要带 AI 的运算引擎 ，OK， 那但不是现在这种 AI， 以前这种 AI 啦，就影像识别3D 影像的 AI 的这个引擎就费用非常高，我们也很 lucky 的在半年就做了 POC， 在台湾很大的长照机构。在北部去做了 POC， 我们真的帮他抓到了，长辈在回床，他出去几点几分离开，回来的时候他在床边跌倒了。在跌倒那个过程，我们看到他跌倒，然后在那边刷狗挣扎，然后没有很严重，然后过了20分钟护理人员就来，然后阿嬷那一把豆，我们在整个过程，我们也有做收音啊，当时听到那个对话，就觉得怎么好像没有那么友善。倒也没有说那个，又不会，意思是叫做哇，怎么跌倒了？那个，我们想象你自己的亲人，那个突然间回来看到他跌倒，你心里是非常担心的。可是那个不是，好像他们很习以为常啊，怎么又跌倒了？真的有点那种感觉啊。然后就把长辈扶上去，然后就这样结束。然后我们就跟机构说，你看我帮你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这个可以通知你，这一切很好很好这样。然后他的概念是，那这个钱怎么算？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是什么样的费用？那我们就跟他说，我先讲一下我的成本，我一支 camera 大概我们是用 Microsoft 的 Kinect， 那个费用很高，然后一支大概要1万多块吧，再加上运算的引擎，你的 optimize 的话，再怎么样一个小的 box 大概也要1万多，光成本呢还不谈人力跟开发，所以这个
我预估整个搭起来应该是在5万块左右吧，suppose 在5万块6万的销售啊。其实这个 study 我们之前做过，在日本，这样类型的补助是有30万日币，30万日币三号大概也就是5、6万台币的这个概念，我们就用这样的报价。那厂商机构说，哦，你跟我开玩笑吗？对，我们这个一个月500块啊，一个月如果可以500块，我跟你租的话，OK 啊，你这个几万块，你不可能，就是不用谈了，大家就谢谢这样，对不对？然后我们才，哦，原来台湾的生态跟这个怎么会好像那个时候完全没有 study 台湾，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高龄照顾长照机构叫做所谓的限制型市场，它不是自由市场，叫做我觉得这东西很棒，我买一个回家给我的长辈很开心啊，不是，sorry，那个你就想现在好了，现在 Netflix 啊这些 iPad 都非常 popular， 也很便宜嘛。我能不能长照机构老板说，哎呀，我们为了让每个长辈都开心一点，对不对？每一个人都配一个平板，然后你们随时想追剧都可以追剧，那个 Netflix 我来付，OK，然后我一个月呢多收你们600块、700块，可以吗？不可以，你必须先去报卫生局，卫生局要同意你可以做这个收费，然后你才能有这个名目，所以它是个限制型市场，不是你有好东西想导入就导入。我们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叫做你这个东西做得再好，sorry，长照机构老板要从口袋把他的 profit 把他的 profit 拿给你这件事情，很难哦。我们以前认知所谓的 B to B business to business，你今天帮对方做，你花100万、300万、500万、1000万做工厂自动化导入。他为什么愿意花？因为后面产生的产值跟那个产量可能是2倍、3倍、5倍。OK， 他换算，他一换算就知道我几年后我生产多少，我的钱就回来了。但 sorry， 长照机构不是。OK，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所以就回到一件事情是好，我们就思考一件事情，叫做谁会为了这件事情买单？好，讲了绕了这么一大圈，就回到这张图，谁在乎，或者是谁会要照顾长辈，谁愿意花钱？好，那我们看 stakeholder， 其实在整个高龄照顾里面，有几个 stakeholder， 第一个就是 family member， 你的家人、你的子女，当然你自己，但我没有把自己放进去了，原则上是长辈以台湾的形态，自己要再花钱，有一点难哦。就通常年纪大一点，像我自己的母亲大概80几岁，要他们自己花钱，难度有一点点高。所以回过头来就是子女会不会有什么起心动念花这个钱去照顾他长辈？我当然觉得很棒啊，有这个设备，我当然愿意花钱，因为我当时就是照顾我父亲的这段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但回到现实面，我们公司大概5年了嘛，5、6年了，然后我们的产品上架到官网上，大家可以来用，大约是3年左右吧。OK， 我们是小公司，所以我没有办法铺天盖地打广告。那当然了，毕竟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东西，所以 suppose 各位今天在听这个讲座之前都不知道什么叫智慧床垫，智慧床垫要干嘛的这件事情。OK， 好，那还是有一些专业的人士跟在这个理解这个东西的人，透过网络呢跟我们购买或者租赁，我们走的是租赁模式，跟我们租赁。然后呢，总 total 到现在大概就30位吧，30位到50位个案，20-30位个案，居家就是纯居家的，子女也有孙子女买这个东西给他的阿嬷用，概念是这样子。只有20-30位，但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叫一，这个数量非常少，少到很小很小。然后2，有一个特别的是，他们的那个租赁基本上都走到底，走到最后。我们看到这一群的粘着性非常强，叫做当长辈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事实上我是第一个发现的人，我会整理这些数据跟这些资料告诉他，然后他会因此而得到原来长辈最近身体不太对劲，或哪里 something wrong 的这件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立了很强的关系，每一个家属我们有个 LINE 群，当长辈有风吹草动，我们就通知会告诉他。我们有很强的粘着性，可以走到最后一天，我们还有家属直接把那个讣文就贴在LINE群里面给我们，但我们不会参加，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叫做我们真的也陪伴他的长辈走了最后一段路的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数量是很少很少。我就跟我同学在聊这件事，他是台大电机的博士，他当时父亲也是肺腺癌离开嘛，我们就聊了一下，我就说
我当初就是觉得，我当初陪我爸的这一段路的这件东西，如果当时有这样的科技能够帮助的话，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当时回答我的是，这已经我们开公司过了一两年后了，几年后了。他跟我说，我也想陪我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这句话的那个意思是？我虽然最后半年留职停薪，whatever 离开了公司去陪我的父亲，但是他是台大电机的博士，他的薪水各方面都很好，没有问题的。但他说我也很想陪我爸。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一个家庭的组成跟你的经济来源有分配的问题。OK，你除了你自己的另外一半，你有小孩要照顾，你可能还有其他你自己还在努力往上。你可能有车贷、有房贷等等等等。另外一件事情是高龄，你愿意花多少钱，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他也想的意思是他必须放下他的工作，半年不工作陪他的父亲，他能不能做得到的这件事情？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所以这件事情看到一件事情叫做，哇哦，family member 要出钱，或者是出多少钱，其实会跟整个经济的大环境有关系。再回到现实面，大家扪心自问一下，我相信不同年龄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你今天只有100块要做分配，你有老婆，你有家庭，你有小孩，你有爸爸妈妈。我不是故意把爸爸妈妈放在最后面，只是这是一个大家可能的那个顺序，就是你会怎么分配这些资源在谁的身上。OK， 好，这叫做自由市场再一次这叫做自由市场。自由市场指的是，有一个很好的高龄产品在那里，谁会花钱去买它？老人家会自己买吗？不，机会不太大了。OK， 下一个，他的子女会买给他的爸爸妈妈吗？有那个 possibility， 但他发生的机遇，他有那个可能性，但他怎么分配这个资源，这个东西的价格有多高？好，这个是第一段，叫做自由市场，可能要卖给的是 family member。第二件事情是facility 的 owner， 长照机构的老板。刚刚看到了一张图在这里，我们有目前在台湾大概有将近100多家的长照机构用我们的设备。这些长照机构老板为什么会花钱买我这个东西？刚讲到一件事情叫做，他要从口袋里面的 profit 转给你呢，他没有办法转嫁给家属，他怎么会愿意？因此你要 prove，你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帮到他，跟解决他的问题他才会愿意把他的钱给你。那这件事情就要证明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其实这件事情回到最根本就是 risk。为什么？什么叫做 risk？ 长照机构很现实的哦。如果老人家跌倒了，你今天把长辈送到长照机构去，长照机构电话打来说，阿嬷跌倒了，髋关节摔断，现在在往医院的途中，你的第一个情绪是什么？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你没照顾好？我要告你一样的道理。压伤如果有伤口，然后你是不是会不舒服？你去长照机构看到他没有把你的长辈照顾好，你是不是会觉得不愉快跟不开心，想要跟长照机构可能有一些那个这就是他的 risk。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长辈突然间就 OK， 突然间有可能各种可能长辈就有状况。那这个时候机构你怎么跟家属解释啊？就在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半夜2点突然间 OK 了，真的2小时巡访这件事情有发生吗？没有发生啊。OK， 那什么时候会发现？不小心就是4、5点的时候才发现的。4、5点发现的时候，长辈都已经僵硬了，那这时候就更麻烦了。所以因此，长照机构老板他的逻辑很简单，从商业模型上来说，解决一个问题叫做他的风险能不能透过智慧科技来降低，让他在整个照顾过程当中，整个机构在往下营运会更健康的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在台湾的状况也是我们现在主要的 mainstream 的金流来自于这里。下一个是 insurance company 美国基本上就是这个 game， 美国就是这个 game。这个题目很有趣谁会在乎跟谁会愿意照顾你？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愿意？美国的医院后面就是保险公司美国已经是个完全自由商业化的形态。那医院后面保险公司为什么？因为去医院的人通常就是你 something wrong 然后你有保险，因为美国看医生很贵的嘛，所以通常都会加那个 Medicare， 然后有些保险。那保险公司就把医院买下来，因为这对他而言就最直接的嘛。OK， 好，然后就有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子的：我没把自己照顾好，我就去了医院开了个刀。OK， 我就3高，然后吃了很多药，还是不行，我就中风，我就来医院，然后你就照顾我之后回去，我继续摆烂。
过了没多久我又再去，保险公司就疯掉了。对啊，他怎么解决我这个问题？所以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其中一个就叫 Medicare 里面有叫 Remote Patient Monitor，Remote Patient Monitor 这个地方它有个码哦，有个码，他就跟我说，你只要每天量血压，一个月我给你血压计，你一个月只要量16次上传，我就可以给付你的整个这个那个费用跟让你自己健健康康这样子啊，这件事情就是回到保险公司为什么在乎你的健康，因为你会花到他的钱，然后他会很害怕，所以他希望你很健康，所以这反而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是因为商业啊，不是因为爱，是因为商业，因为你不把自己照顾好，他就吐血了。好，那这是美国保险公司的形式，美国的整个生态链的概念。再往上一个 government，哎，对啊，政府也应该要在乎我的健康啊，政府应该要在乎我的健康。对，台湾就在这样的边缘，但把这件事情推到极致，叫做日本。日本走的是高龄介护保险，高龄介护保险就像我们台湾的健保一样，台湾健保你去看医生只要负担10%，OK，日本呢去住长照机构只要负担10%，原因是因为他们从40岁还是45岁，OK，开始每年要找高龄介护保险，意思是你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老年生活日本帮你照顾。我去日照，我去住宿型机构，我去住什么高龄者住宅，政府出钱。哇，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叫日本政府是最大的庄家。台湾健保不能倒，为什么不能倒？因为他缴了这么多健保费，如果倒的话就会暴动的啊。但夸张了一点，但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不能够发生的事情。日本的高龄介护保险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呢，日本政府花了非常长的时间，他去思考，糟糕，我没有足够的人力，我没有护理师，我没有那么多的专业，我没有那么多的床，我该怎么照顾这一群老人家？那我要怎么办？我收人家的钱，所以因此他们是最认真在干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在我的那个简报当中，在分享的会是日本的状况，是这个原因。好，在这一页之前再回来，我觉得这一页会是大家如果未来在这个产业或者是在持续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些想法，你要第一个想的是这件事情，来决定你的市场要去哪里。OK， 这真的是哦，自由市场不是不能做，但回到现实面，有多少爱啊？爱是基于能够支配的那个生活上可能的开支啊，才能谈爱。OK， 那在下一件事情是这整个谁付钱，你的服务到底提供给谁，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有点旧了，不过没关系，这个一样的概念。日本他们就每一年就在计算嘛，就是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2026年，这边是2025年，对，预估大概缺口会有32万人的护理师缺口。OK， 因此介护人力不足，他们早就在研究这件事情了。在这件事情的研究跟那个日本政府，它就跟我们的健保嘛，健保我相信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什么药以前都给嘛，对不对？现在就不给了嘛，或者台厂可以进来，这一切也是从 cost 的角度出发，怎么监管，怎么有效让它活下去是很重要的事。OK， 这个是厚生劳动省的官网哦，官网，日本的官方网站就直接秀，怎么透过数据的 PDCA 来减轻照护负担，人力不足如何提高生产力。怎么运用照护科技？直接官方告诉你，就是要用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别的路了，就没有护理师，因为没有别的路，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他每年一直不断在做这件事情跟往前走。日本在智慧科技照顾的补助10年以上了，所以他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要干的事。我相信，相信这件事情就一直会递延跟扩散出去。好，所以介护机器人的利用跟促进，怎么分类，然后开发的什么方向，怎么利用促进 ，OK， 在它的官网都非常清楚。这张图如果有人有一点感觉的话，就会发现它跟我们最近的那个高龄或长照相关的补助是不是很像？很像，对，概念上整个架构就从日本来的，所以在高龄照顾上，他们在10年前就已经在推这样的概念，叫做好，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我要解决照顾负担，解决人力的问题。其实2件事哦，一个是要对被照顾者本人，另外一个是照顾者。照顾者很重要，因为像
我要协助他所谓的移程，我要转移位，其实需要动的那个人是被照顾者，被照顾者的那个照顾者啊，他的腰，他的那个外骨骼，日本是发展非常好的嘛，就是因为这一群人要是没办法好好照顾，这是有统计跟数据的，因为日本是最大的庄家，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报告，叫做为什么我不做长照了，我不在长照机构待着，因为我的腰可能不行了。OK，我长期要去抱这个长辈，我的体力没有办法负担，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我愿意留下，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好，怎么让长辈能够有好的移动的这些设备跟支持，然后对不起，转移位跟移动跟排泄，健手就是把它想成 surveillance camera， 透过接触也好，不接触也好，各种方式去了解长辈现在的这个状况。洗澡也是很重要，在日本人而言，洗澡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下面那几个黄色业务资源啊、生活资源、动作等等呢，其实主要就是1、2、3、4、5这5大项是最关键的。他们其实研究非常非常透彻。再下一件事情，在长照机构、在居家用健手设备，就是 surveillance 这种概念，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些功能解决什么问题？在现场发生什么帮助？做了非常非常完整的研究。那他们在补助的地方呢，其实有非常多的 information 直接公开，连价格都 list 在上面，让你知道说有谁，他们有什么样的功能，他们怎么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全部摊在阳光下。他们想尽办法引导长照机构去使用这样的设备。那就下一个问题，厂商没有厂商哪里那个所以他们也辅导厂商。所以在厂商又另外一个问题，我对高龄照顾不了解呢，高龄照顾现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们去媒合，这全部都是从日本的那个厚生劳动省官网的连接整个串起来，所以他们非常大的在往这个方向推，必须从研究发起产业的促进到现场的媒合，这全部都是他们的官方的资料往前推如何引入厂商，如何引入场域的验证，从一段一段照护的现场跟开发机构要往前要验证，要往下一步一步走的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小难过了，不过也没关系，就分享一下那个 information。他们所有的资料都在的证明了，智慧科技在现场产生的价值，这些资料都在官网上，厚生劳动省有兴趣去爬一爬。OK， 多有效 ？Example， 像这个是比较旧的资料，令和4年。OK， 一个设备，它用3间厂商，不独后谁？我们是国家在做的研究，叫做这样的品项，你们都宣称有解决这个问题，来，我们找3家都一起来没关系。59间机构导入，然后去做所有的报告，去证明100% 全院导入的机构可以减少夜间24% 的业务时间。这个不是1年每年做。OK， 所以政府已经很清楚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再往下一点，这个报告一份有几种有不同的设备那一份200多页，做的非常细。每10分钟一个单位，护理人员每10分钟一个单位，我这10分钟在做什么事？我要 check， 我在巡访就 check， 我在帮长辈换尿布我就 check， 这样的方式去 prove 你这个东西到底减轻多少人力负担，每年做的报告去做延续跟确认。很难过的是，台湾也做类似的事情，但答案是 negative， 就是没有帮助。当然我很难去 challenge 说这个东西到底哪里的实际执行发生了对或是错的这件事情，可是就让我觉得很不能接受的是，日本10年来做的这些报告，每一年的这些数据都 prove 它是 positive， 台湾怎么会 negative 呢？当然这就不好说太多了，就是台湾这种补助形式嘛。OK， 有个补助案，对，大家来投标，然后补，好，OK， 然后媒合一下，然后媒合之后其实就是我们就把它走过这样子，不是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为了有一笔钱跟专案，我们来试试看，对，不是真的想要他的动念是在后面，就是我们是真的有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了这个补助而补助。OK， 那当然这个每间机构有不同的状况，我只想表达的叫做日本其实这10年来都已经每年的报告都证明了它是100% 有效的。OK，
那再下一件事，因此有了这些数据跟报告之后的佐证，就是所以日本每年都在推2024年的那个透过什么样的设备导入现场，怎么解决，怎么运用，他们出教战守则，告诉你应该怎么用，怎么导入，哪里可能遇到问题。日本的报告也清楚告诉你，导入智慧科技前面半年是往下走的，因为大家不熟悉，之后才会有效益的成长。但如果你的这个 project 或这个专案只试了半年，刚好在大家最痛苦的那一段，然后就结束了，就拍用我怎么在这边五线那边用这类之类的这个概念，好，所以这个是日本的这个结构。再下一件事情是，日本一样，它因为要做所谓的所有的证明了这些东西有效之后，再下一个事情，鼓励大家使用，鼓励大家导入跟使用。所以刚刚讲到一件事情是后端劳动者的设备的补助，像我们这样的床下感测店呢，每一年可以不是每一年，你去申请可以补30万日币，一台设备可以补30万日币，你就举手说你需要，你提出申请，政府就会给你额度来依照你的需求来做使用。OK， 那以这件事情来说，很感谢那个赖清德政府上台之后，其实2023年下半年，台湾才开始真正有所谓的智慧科技进到，不管是医疗现场，对，医疗现场不能这么说，本来就有非常高大上的东西在了，就是进到所谓的照顾市场好了，或是居家市场跟在宅医疗的市场，其实2023年的下半年开始执行这件事。OK， 所以终于我们开始往这个地方衔接了，只是我们可以 reference 一下，看到日本他们做的方式跟台湾做的方式稍微一点点不太一样，日本的做法叫做依照你的需求提出来，政府会审核你的需求，然后呢再拨款给你。好，那你自付额，政府补3%， 75%， 你自己负担25%。OK， 这个当时的这个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台湾的状况是这样。举个例子，你是49床的长照机构，然后好，那个我补你2年，第一年呢，补你18万，第2年也补你18万，但第一年呢补你的18万，要求你要做50%。你是49床的长照机构，你要使用这样的设备有25床，有一半要用。第2年呢，你必须用到80%。OK， 那这有点小小卡啦，小小卡的意思是每间长照机构的专业程度跟他所收的个案的等级不一样。你给他18万，要他出80%，这件事情叫做其实就间接定价了。间接定价叫做什么样的设备大概是多少钱？那再下一个，长照机构真的有需要80% 的长辈都使用这样的设备吗？没有，但它必须符合法规。OK， 这台湾的这个地方也许可以再做一点点调整。好，那在日本，在台湾是有台湾是8级嘛，失能等级有8级，日本类似支援的有2级，介护的有5级，在每一个县市都道府有多少人需要，多少人可能是什么等级，也都干干净净，全部都摊在阳光下。所以资源要怎么分配，这个日本完全都非常清楚。那下一步，这一页其实是那个未来，叫做可以期待的未来。这一页其实也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鼓励，叫做我们刚刚讲一个整个故事都在谈一件事情，叫做智慧科技很棒，也证明了这些数据都很好。但是刚刚有一件事情叫做30万补我3/4，其实也不错啦，也很好。那我就有10床有需要，20床有需要导入这些设备，我自己还是要负担一部分的钱嘛，对不对 ？OK， 效率提高了，长辈照顾好了，但我的口袋的钱变少了。原因是什么？护病比没有放宽啊。你跟我说这智慧科技再棒，护病比不放宽，我买设备我又不能转给家属，我要自己口袋掏。你跟我说买了之后会对我比较好，有比较好，大家都很开心。但我老板我就不开心了，每个员工都很开心，因为他们的效率提高了，他们整个做事情都很好，但我的钱变少了。OK， 那日本走的第一步，全世界的第一步，叫做导入智慧科技，护病比可以放宽。这件事情是最关键的关键。你说智慧科技很棒，这些我们就讲现实面，大家都知道那个人形机器人看起来很棒嘛，对不对？有一天人形机器人导入照护现场的时候，但是规定不好意思，护病比一样是1:5。OK， 你要多买机器人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呢，付运比不放宽，哪个老板会觉得没问题？我买3支，我为了让我的员工更开心，绝对不会嘛，故事不是这样走的。所以一定要，既然你很清楚的去做研究，去 prove 这个东西解决了照顾现场的问题，因此你就要很大胆的把它放宽，因为就是没有照顾人力啊，护理师就是人力不足，所以我们才往这个方向发展，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在谈2024年的资料吧，导入10% 的智慧科技，只需要10% 的那个就可以减轻10% 的人力，导入100%只要维持60% 就好了。这个是在日本现行的状况。当然，各式各样的补助，各式各样的那个去引导大家去使用智慧科技，让整个照顾效率可以提高。日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最大的庄家，所以他不得不做。所以你跟着他走，而且看得到整个日本的样貌。好，那我们也很 lucky， 我们在2024年，其实在日本的市场就已经在做推广，然后也进到他们后生劳动者的名单里面。就像台湾就有一天可能会啦，像日本已经很清楚，这后生劳动者的文件里面各家厂商都列出来，没关系，就是要让大家来用啊。OK， 反而我们在日本就可以讲得很大方，但在台湾就好像没有任何官方可以说明或是背书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有什么土地厂商等等之类，那这个就稍微的差异，因为日本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未来的趋势要往这里走，所以因此他们就这一本厚厚一本好几百页，100-200吧，好像是，就不同的 chapter 用不同的设备，然后功能好哪里不好都可以直接摊在阳光下。好，日本的部分大概说完了。我们来花点时间讲一下现在台湾的状况跟我们现在的实际在现场的状况。那先讲一个长辈的，其实整个当然了，我们从亚健康到衰弱的整个这个过程，然后sorry， 下一页，这个叫做亚健康到衰弱失智，可能有一些小状况，到睡不好嘛，到卧床到安宁，其实每个阶段会看不一样的事情，因为在不同阶段长辈的表征跟需要被照顾的不一样。那就再回到刚刚还记得有一张图叫做那个 WHO 的整个这个过程掉下来这个过程，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其实可能关注的点不完全一样。OK， 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这个床垫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往技术面走一点点，它这个床下感测垫，那这个技术是怎么来的？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好，那我们的床垫有上面这一片跟下面这一片，它可以 cover 整张床。OK， 我们有 multiple channel， 所以我就知道每一个位置的这个变化。好，那再下一件事情，它是什么样的 sensor？ 它很简单，它就是一个 pressure sensor。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体重计，我就是体重计，我这个非常灵敏的体重计，这个灵敏的体重计到我可以看到你的呼吸变化，看到你的心跳。OK， 好，那目前市面上可能比较多都会是比较小范围 ，OK， 并没有完全 cover。那我们是可以完全 cover。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multiple channel 它的容错就比较高，我能够从不同的 channel 的信号去分析出它可能的那个状况，有一些会是那个不正常的信号，或者是不对的姿势产生的结果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优势。那下一个是这个可以看到什么 ？OK， 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看到的。这个是我的 raw data， 你看到这个 curve， 这个 waveform 上上下下，就是我的 raw data 直接取出来，没有 P 过图的，这是真实资料。那我们讲 respiration rate， 什么叫 respiration rate？ 1分钟之内你的胸腔起伏几次？当然了，在很专业的那个呼吸治疗师，胸腔起伏不完全等于呼吸呢，要接 nostril 什么之类，但大部分来讲，我们在临床上长辈电话打来说，我就串呢，你也是请他录影一段嘛，看一下他的呼吸的变化。那但这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 respiration rate 12，在3:59分30秒到4:00分39那个30秒，胸腔起伏1、2、3、4、5、6、7、8、9、10、11、12、13，就13次。就每一个 respiration rate， 当我们在说它的状况怎么样，是很清楚，是干干净净的。所以是呼吸率有过速，包含慢性肺阻塞，吸气跟吐气
它的 cycle 不一样，吐气吐不干净，这也都可以看得到。那潮式呼吸最后可能偏 end stage 的时候的状况，然后到呼吸中止这个地方不见了，OK， 这个地方不见了等等。但这样的资料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底层的资料，那就想象各位有那个大数据所的 OK， 想象一下你有很多的这些那个 continuously 的这个资料一直进来，然后呢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很复杂的一段。就一刚开始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才发现这件事情是不是 hardware， 不是那个硬体的本身，也不是这些数据的分析，不完全是，重点在 delivery， 超困难的，超级困难 delivery。你可以有很好的运算，你把 raw data 转换 raw 的那个 waveform 转换成 data， 然后你再去分析这些 data 变成 information， 它的 respiration rate， 它的呼吸率有点高，他昨天睡得很不好，他反反复复怎么样，然后你得到了这个讯息，然后呢，想一下，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收集完了，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抓到这个料，然后呢，你要给谁？谁会想要听这个东西？我们讲肠道机构不是子女，好，你想象一个子女，你跟他讲这些，他有听懂吗？他都有听懂说，我们发现那个阿嬷的那个呼吸率之前是那个18，然后我昨天看到26，他能理解这个26或是28的，他不能理解，他只知道，那我现在要怎样啊？这呼吸率啊有跳通知呢，啊这个要干嘛的这件事情，所以 delivery 其实包含了怎么把这样的东西很合适跟很清楚的转达给一个关心他的人，因为关心他的人才会去解决他的问题，或者是在乎他，带他去看医生，或者带他去做什么对应的治疗。所以这整个环节当中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叫做哇，不是只是做 hardware 做完产生一堆的 data， 没人分析，没人看，分析完的资料之后，也没有人能够真的理解这些 data 跟在乎这些 data， 然后怎么再交给那一个人，那个人要对，因为他是我自己的父亲，我看到这个资料之后，那你告诉我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做的这件事情，才完成了整个环节，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也因为如此，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在做的是 service， 它不是卖那个，不是那个 hardware 的那个 sensor map 的这个概念，它是一整个 service flow。我们也在长庚做了 IRB， 去看到我们的呼吸率的效度分析可以有93到95，但只是那个 one of the point， 因为其实呼吸率不是这一个人的一切的一切，他可能面临到他的作息状况，他睡眠频尿、上下床很多次等等等等。OK， 那我们提到怎么样把它用服务的方式到减轻负担，到这些讯息传递跟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解决了那个痛点。所以这一段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叫做哪怕我们长照机构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机构在使用我们的设备了。真心说，会选择我们家的产品的人，大致上都对我们的品牌跟我们的服务的理解有一定的程度，跟愿意我们算是市场比较不算最贵的吧，但也没有就贵那么一点点，因为市场能够付出，能够接受的那范围也就有限。那他们就会理解我们家的 data 全部都是真的 data， 而且我没有办法 make data， 就像刚刚看到那个 waveform， 这没有办法 make 的。然后再下一件事情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传递给你这个价值。再下一件事情是，我传递给你之后，你会去 take action。如果我传递给你，你也没有要 take action， 其实前面那一段就不必了。OK， 我们扮演一个告诉你很多资讯的人，希望提醒你的那个长辈怎么样的那个人，但如果他没有真的那么 care 长辈的健康状况，那其实这个环节就走不下去。因此，必须是某个 quality 以上的长照机构才会选择我们这个品牌，因为不然他就找其他的厂商或者是一般或其他厂商，我就买这个电子，然后就这样就好了。而我们在这个环节叫做，我希望传递给你的这些数据跟 information， 希望你要往下 deliver 去做所谓的服务。好，所以在我们的
系统里面，这个是在 LINE 比较偏居家，我们的每日报表会告诉你，你使用我的床垫，我告诉你说，昨天阿公几点上床，休息多久，然后他一切有没有都好。像这个翻身的状况，他如果没有 regular 翻身或翻身的间隔什么比较长或比较短，我们会提醒他一下，这个要注意一下。当有量到血压、血氧的话，这些事件会直接跳出来，按问号可以直接互动，这是我们在 LINE 上面的 information。然后在居家个案上，我们会做月报表，但全世界只有我们在干这件事，我自己这样认为啦。OK，我们可以想象在 ICU 再只看你现在眼前的数据，大概很难跟你说你上个礼拜或上上个礼拜，或者你进 ICU 的是怎么样，你好像比较没有那么 care，不能讲不 care，因为你现在有没有很那个严重 serious，我需要立刻处理，不然就是没关系，就是交给医生处理嘛。哈，那就讲一下这个 case。这是每个月的月报告，这是2024年的3月的月报表。然后我们说长辈一切都好，这个文字是护理师写的，所以我们的 data 上到云端之后，会有一个 AI 的引擎去跑所有的个案，然后跑完个案把 potentially 有 risk 人抓出来，再给护理师看一眼，然后再去做 information 的 delivery。那再来是每个居家个案，我们会给他一份月报表，每个月会有月报表，告诉他的呼吸率、他的夜间作息、上床时间、夜间离床次数。另外一段我们会追踪半年哦，我们一开始内部也challenge半年，没有人要看半年的资料啦。OK， 但这个个案就很经典。2023年11月，这个个案从 ICU 刚刚回来，他每天晚上日夜颠倒，很严重 ，ICU 症候群，一个晚上只睡了3-4个小时。你看夜间很破碎，11、12、1月。从4个小时到6个小时到8个小时，他越睡越好了。你是家人，你就觉得哇，我的长辈越来越恢复了。后面3个月，为什么这次给他哭哭脸？因为8又7又变6又掉下来，他又睡得变少了。OK， 你是子女，你得到这个，你会觉得你帮我看着，而且你提醒了我，我就很清楚知道可能可以去做什么事。当然6小时可能是他的 normal， 我不会知道，但是从这一条曲线。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是，他的恢复的过程很好，但是现在又掉下来，请家人注意一下下这件事情。你觉得一开始看到 IoT 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哇，就是小米手表 Apple Watch， 就是 IoT 嘛，对不对？好，我相信大家几乎都有了，什么 wearable 的这些东西了哈。刚开始也很兴奋嘛，哇，我们去跑步啊，运动啊，你看我的数据，我睡得好不好？1个月就好。1个月后还有谁在看那个手表？我昨天睡得好不好？跟那个，除非你运动的时候会，但除此之外，它就是手表嘛，对不对？那就想另外一件事情 ，IoT 在高龄照顾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在解决是人力负担，没有人真的能够一直盯着长辈，然后去了解他的状况，这个就是 IoT 才做得到的事。那 IoT 不是那个 IoT 本身，而是这些 data 要被拿出来分析，产生一个结果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月在居家长辈上面做的月报表。再下一步，我们可以再往下做所谓的睡眠分析。OK， 那我们目前有3个 stage 跟5个 stage， 如果是5个 stage 的话，3号准确率大概只有到60左右啦。OK， 如果是3个 stage 可以到将近80到85左右，所以我们自己觉得还算 OK， 基本上是一个 reference。OK， 这个是居护所，这比较 serious 了。居护所自动导入那个我们的设备，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情境上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在比较 critical 的 case 身上，它这个居护所用我们的设备，它本来是导在宅急诊照顾，在宅急诊照顾之后，长辈觉得这东西不错，然后就留下来继续使用。好，前一天大家记得一下，这个洪阿公前一天他这个卧床的长辈啦，他在床上休息15个小时，他都没有离床，他的呼吸率是21，我们说长辈一切 OK。到下午4点半，我们说长辈呼吸率大于24，我们跳了一个通知，教科书写12到26，为什么我们选24？因为我们知道它的 normal range， 其实在高龄照顾里面，或者是说你要针对 personal 去给他一些提醒，一定不会是那个全球的 gold standard。12到26，呼吸12的人，平常 normal range 在12，他20的时候很喘的啦，对。26的人他27，其实还好，他本来就 COPD， 所以要悲惨他的悲惨。所以这里面我们在24的时候，我们就跳了通知，跟他说呼吸比较高。再往下，他的护理师就说
录影、呼吸的标准的 SOP 啊，录影。那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录影的，是你要那为什么要录影？要录他的胸腔起伏嘛。那阿公都盖着这个被子在那边这样，然后还有就从上面往下拍那个录影，那就根本拍不出来。所以他当然透过我们的这个就很清楚知道他的呼吸率是多少。然后医生也进来说为什么呼吸率比较高。另外一边就看到我们的客服人员就截了一张图，告诉他说阿公的呼吸率这样往上，这三角形就是叮叮咚咚一直跳通知。到了晚上，他的护理师又进来看，还是跳通知呢，量一下血压，量一下体温 ，OK， 发现37，所以护理师就说先吃退烧药，然后晚上吃了退烧药，整个晚上还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们的系统就自动跳通知了，这一段是 AI 的部分，长辈的呼吸率变成27，昨天是21，今天变27，他就说呼吸率比上周高46%，请多加注意，做万事拜托。好，长辈10点钟离床了，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离床，我们每天会跑一次所有个案的 data， 护理师会进去做分析，就发现他的呼吸率是这样，往上就掉下来，所以 something wrong， 一定 something wrong， 我们看太多的这样的资料，就护理师就会说，不好意思，那个阿公的呼吸昨天这个不太对，请家人一定要多注意。然后他的护理师就说，他已经住院了，早上10点就住院了，我们的电话追踪一下，命要不要改下。好，那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再回过头来想想，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这件事情就扮演那个举手的人，怪怪的，怪怪的，我当然没有办法做 diagnostic， 但我告诉他怪怪的，大家开始注意一下，长辈怪怪的。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很重要跟那个的事情。那再来是这件事情，这个怪怪的又很有趣，这个怪怪的是真的怪怪还是假的怪怪的？想象一下，阿公刚刚去吃饭的时候有一点咳嗽咳到，然后有点呛，所以咳也会喘哦。但是资料一拉出来看，没事嘛，就是呼吸平平的，突然间有一个 spike， 没事，对不对？另外一个是呼吸是这样子往上的，那有事，就这么简单的判断就好了。但讲是很简单的，但事实上往下就非常不简单。大家应该有看过，有收过那些生理数据的资料啊，那个奥莱尔一堆，那个量的 quality 非常糟糕，日夜都不一样。所以光 data 的你要做资料清洗或是资料处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好，那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下一件事情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7月1号那个长照3.0的智慧辅具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那长照的4包钱里面，只要长辈60岁以上，有失能等级2到8级，有去过，有可以去日照，有可以拿一些那个政府的居服的一些服务的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有4包钱，一个是每个月依照失能等级可以去用的服务，第二个是交通接送，第三个是辅具跟居家无障碍改善。以前叫做3年4万块，现在3年6万块，现在可以变3年6万块。我们在这里 ，OK。那喘息服务就是如果你需要让长辈去住机构，让你可以休息一下，这一段是这个。那我们来讲一下3年4万块跟3年6万块。以前的3年4万块可以买便盆椅、轮椅、拐杖等等等等，现在的3年6万块做的是智能辅具的租赁方案。再从你的长辈如果有失能等级2到8级 ，OK，7月1号开始，你可以跟政府申请使用智慧床垫的服务 ，OK， 或者其他安全看视的服务都可以。因为你担心什么？担心长辈在家里跌倒嘛？担心长辈睡不好嘛？这都可以。刚刚我们为什么有提到 LINE 的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在台湾在居家的照顾上 ，LINE 非常重要。原因是什么？美国的大哥、台北的大姐，跟那个台南的妹妹在照顾大家的爸爸妈妈，用了这个床垫，长辈昨天没有睡好，所有人都会看到，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啊，对不对？然后再下一个事情是，压力也因此而稍微分散了。那这就是一个安全网的概念。好，所以在7月1号开始有所谓的智慧辅具的部分已经被纳入了，所以未来可以来使用这样的服务。好，这个是在居家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长照机构。长照机构使用我们的床垫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看一下能顺利多少。
要嗯，哎呀，等我一下下。护理之家引进预防跋倒人工智慧照护，目的就是要预防老大人跋倒。到伫这一段那离开民生系统，就随法就检视防护理人知影。Sorry，这个声音可能会串在一起。监视护理之家引进预防跋倒人工智慧照护。还可以是好。这一段那离开民生。这项新科技除了减少这照顾生活的负担，也提升大直接的照顾。OK，那嗯老人要用语。好，现在这样，现在这样，哦，我把喇叭关掉。哦，sorry，对，哦，原来是这个原因，搞定。好，那回到刚刚的那个状况，叫做长照机构，他在乎什么？在乎跌倒啊。刚刚那个家人疗养院算是卫福部的辖下的，对，他们非常有心在这件事情上。然后他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先想象一下那个智慧床垫离床的时候，叮叮咚咚的这些通知啊，老人家会不会觉得他被监视？会，老人家有没有可能觉得，哎呦，利用这些我就不愉快？但他们，你看到他造成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们产生了另外一个照顾模式，叫做长辈坐起来的时候，就无人来，手要替忍受，这件事情谁做得到？Last mile 才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叫做导入智慧科技，那怎么导入是那个关键，叫做他不是把长辈约束在床上不给上厕所，或者是包尿布，而是
你别起来去，你就坐一下，都有人来啊，那是一种尊重的概念。所有长照机构都有一个铃，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有那个很认真按的，那有那个都不按的，我自己也塞，我自己可以，所以我没有要人家服务。可是现在导入的这个概念叫做，我坐到旁边就有人会来带着我去上厕所，这是一种尊荣的感觉啊。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照顾的手法跟照顾的专业，其实是最后那一里路很重要的一环啊。我们帮的一小段，但其实没有后面那一段，这个服务价值是打不穿的。所以因此这个其实还是很挑战，还是很挑战。好，那我们再回到长照机构，他担心什么？对啊，跌倒嘛，压伤、临终，所以难照顾跟有状况，他当然真的会愿意花钱来解决这件事情。好，我们在长照机构的那个样貌，这是日本的机构，你看到原则上就是个 dashboard，所有人都在上面。这医护人员是常常都看这些东西啦，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了。OK，那下一步是点进去，哦，我会看到这个人，然后简单讲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呢，从中午12点到今天中午12点，每一个三角形就是一次离床，他整个晚上没有在睡觉的。OK，一直这样破碎，一直这样破碎。我们看得到，然后下一步怎么办？好，就在下一件事情。哎呦，我一间机构里面有多少个这样的人？我要是有30个这样的人，你可以想象，那整个就是鸡飞狗跳嘛，对不对？所以对机构来讲，我要怎么？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他改变这件事情有几个方法：带长辈去看医生，对不对？带长辈去去做什么样的活动？白天活动增加什么什么，这还是要有新的哦。有很多其实并不一定真的那么有新的这件事啊。那在下一件事情是，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他们需要一个数据的分析的指标。啊，我站在我是长照机构老板情况下，我这边有100个人，谁有状况，我怎么会知道？第一线的人可能知道，但对第一线的人，照顾员来讲，我今天来照顾，我是大夜嘛，我就1、3、5或者一个礼拜排3天或者是4天，平常我也不在，所以我也没有真的这么关心，我需要照顾我就照顾，就这样。但谁需要关心这整个机构所有人的状况，其实是阿长主任，因为真的有状况的时候，这些就是高风险个案。OK， 应该怎么处理？离床跌倒的风险，离床跌倒其实逻辑很简单，每离床一次就离床一次的跌倒风险。当然的目的不是不要让他离床，而是你要思考怎么减轻，让他可以好比说他要如厕，他在旁边就如厕，又或者是他真的很严重的状况，他可能接不接受包尿布之类的这个概念。晚上谁睡不好？睡不好的当然就潜在有风险。那呼吸率的变动，呼吸率高高低低，然后翻身转位的问题，没有被翻身，像这个3个小时翻可以吗？他皮肤好好的也没关系啊，但他已经有红有状况了，就不可以。OK， 再下一件事情是这个人他15次呢，好，平均一个晚上要离床15次呢，好，你会想知道什么下一步？每个礼拜追踪，这是1周的资料每天的离床，哇，全部都是满江红，都这个状况。右边呢，追踪每一个礼拜15、15、11、12、13、15，每个礼拜都这样。OK， 要处理还不处理？好，那再下一个，其实要处理不处理是机构的问题，他真的有没有要那个但还要回来评估这个个案单纯是失智产生的频繁离床，还是他是什么情况？然后再下一个问题是，家属知道吗？如果家属不知道，有1次就好了，不小心跌倒，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不舒服的开始。又再下一件事情，他有没有连续的长的睡眠或是休息？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data 可以看，跟再来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分析手法可以去评估这个人可能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他建议，可以给他照顾，可以给他调整之类的事情。所以再下一个是，哇，每一个离床这么多，你们的这个通知是准确的吗？我们在现场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我们的床垫就在左下角，你可以看到1、2、3、4、5、6。刚刚谈到它就是一个 pressure sensor， 所以上面1、2、3、4、5、6的压力变化。看到左上角6条线就是6个压力，从卧姿到转位到坐姿到信号消失的离床，这用眼睛看就可以判断。5点50分17秒离床。5点50分18秒，我这里就 AI 判断跳通知。
5:50的19秒 line 跳出来啊，所以每一笔信号我们都留完整的资料，可以跟机构做讨论，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个案的状况。再下一个是呼吸率的变化，一样，这些东西都是关键在追踪啊，跟分析有没有人在乎啊。当然，很多人这些资料都是流水都流掉了，分析出来之后才会有所谓的照顾上面的 information， 然后我们怎么 deliver 给需要的人。那再下一个翻身转位，翻身转位，我们的床垫1、2、3、4、5、6嘛哈，它体重计，所以每一个颜色就是一条压力啊，那个很简单，就直接都可以判断。为什么我知道在这里呢？长辈躺在正中间，因为橘色的压力最高，在 Channel 2。7:20有照顾介入，这边刺刺的稀稀疏疏，再往下变成蓝色最高，代表什么？长辈被翻过去了，到 Channel 3。OK， 到这里呢，9:30又回到 Channel 2，因为橘色的又变成最高，每一个照顾品质都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做这张图？机构打来说，我们11:30有照顾呢，那你们怎么没有说我们有翻身？就把这个资料拉出来看，有，但那个压力的重心转移不明显，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可以看在阳光下非常清楚的。照顾品质，像这个邱奶奶 ，OK， 上面就是她的压力变化，应该大家都很厉害啊，一看就知道哦，哪里有翻身，这里，直接看就知道哪里有翻身嘛，这要跑 AI 很简单的事情。OK， 那再下一个是，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评估这个的照顾品质好不好。一样，这个地方也是翻身，对不对？品质好不好，其实一看就知道。在我们所有使用的那个机构，这些资料，对啊，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谁是照顾比较好，谁是照顾比较不好。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点不叫做一定要2个小时翻才叫做好。老实说，我们会倾向于长辈如果没有压伤风险，或是皮肤的状况都很好，没有一定要半夜12点、2点、4点、6点，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睡。所以这件事情怎么判断、运用这些数据，其实还有一个专业，照顾现场的专业，能不能理解我们的资料跟他之间的关系？好，再下一件事情是，不错，你们可以看到翻身，我可以看到照顾的品质吗？可以，半夜3点打开来看，3:02照顾到3:05，这一次的翻身花了3分钟的时间，你可以看到那个信号的变化。3分钟，翻身3分钟会不会太少了？其实3分钟是很不错的啦。OK， 老实说，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个那很常见啊，2:30翻身照顾，应该这个叫做3秒钟吧，长辈就这样过去，这样 OK 翻完了，这样3秒钟，看10秒以内的很多啊，很多机构，你看到是10秒以内的翻身照顾。那就回到现实面，那个伤口会不会好？如果有伤口，不会好，就因为没有好好照顾啊。我们就谈2件事，一件事情是那个多久，如果连10个小时都没有人理他，对，那当然很难好啊。然后每一次呢是3秒，当然就更难了，就一步一步来。我们在 Day 1的时候有遇过很多，就是那个业界的先进跟我们说，我跟你讲，你这个床垫一定要知道压力，不知道压力啊，没有办法照顾好。我们把那个要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少，那我们是在床下感测，上面不管你是气垫床、是弹簧床、whatever 床，我们都不影响。OK， 我要做绝对压力超难的，因为我的设计就没有办法绝对压力。我用绝对压力可以要花很多钱，再来是整个床都必须设计跟重新改造。然后我们那时候，毕竟我们当时还是小白啦，但是也几经思考跟评估，后来发现没关系，先不做，看状况再来。结果我们到场地上之后发现，能不能翻，你连照顾都没照顾，不要谈压力，不谈照顾的手法好不好，有没有转位做得很漂亮，释放压力有没有释放得很好。你要先理他，再来是你的照顾品质不能是3秒钟。先把这2件事情做好，真的遇到非常 critical 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步。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很多11个小时、12个小时，我们最夸张，真心最夸张，我看过24个小时，完全没有理他，完全没有，我心里真过不去，觉得
但我对 data 比较那个，就是哇24小时，就这停在那不可能吧？你基本上也要一些进食跟那个，真的就是我们看过24小时都没有动的。好像这个是临终的个案，这些资料在我们过程当中，这个就是抬床头标准的照顾，那个翻身转位一定是要那个降床头翻身再抬床头，所以有没有抬床头其实都很清楚。好，然后再来是你的呼吸的变化，然后什么时候的照顾介入到最后一口气，其实我们全部都看得到。他在这个过程，在下午，在这个时候的 respiration rate 17，还可以很清楚看得到微缝。OK，再往下，在最后4点15分，这里已经出现不规则了，他呼吸间歇了，然后到最后1、2、3、4就没有了，胸腔就不动了，不动了。OK，那我们在26分，演算法已经算不出来就停，然后29分3分钟我们跳通知，长辈离床了。但我们的概念是这样，我们不是一个放石头上去就能够长辈在床了，他必须要有 vital sign，所以如果没有 vital sign 的话，我们就会跳离床。然后再往下，你都可以看得到，当最后一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人介入啊？31分，我们跳离床通知之后，大约3分钟就介入了，然后最后把长辈对可能做一些什么，然后把长辈带离开，其实全部的过程全部都看得到。这就是我们在机构能够帮助他们的这一段。所以其实上次去机构就聊到说，有一个个案突然间就欧卡了，然后家属就非常不舒服，已经在宾馆就是约，就是你们来就大家讲清楚这样就对了。他就带了这些资料去，长辈是在离床的时候，我不确定是跌倒或者是离床3号就不对劲了，因为离床会跳通知嘛，所以3、5分钟之后护理人员就来了，把长辈带上床压胸，所以压胸就会看到压胸的信号，然后压的胸多久，最后没办法通知的这一切，就把这些资料跟家属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长辈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再往前调，可能1个月的资料，长辈的呼吸都很平稳，长辈如此这般，我们是这样照顾的，家属就放下了。其实说穿了，在那一个 moment，家属就是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回到以前都不知道嘛，因为报服员讲的，跟那个护理人员讲的，跟阿长认知、跟主任这种一层一层上来，都失真很多。那再来大家也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有些机构会放摄影机嘛，就是那个摄影机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对啊。但其实这个就回到健康跟不健康的这件事情，是放摄影机它的合理性。好，那个另外一个，因此在宅急症上，我们也帮了一些忙，看一下。
那个我们就下一页。好，在宅急症为什么要做在宅急症？我嗯，以前还是那个小白嘛，现在开了公司之后，就慢慢感受到这件事情，就去思考它的商业模型跟背后的意义。好，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叫做2022年住院人数的10大疾病以感染症居多，肺炎、泌尿道感染、蜂窝性组织炎，这个地方花的钱呢，就是几十亿啊。好，那就下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病房不够了，护理师不够了。好，那就要下去分析跟评估。那在病房里面做什么治疗？我们看到50%的人在做什么？那个打抗生素。OK，这些人在医院里面50%，如果是打抗生素的话，抗生素能不能在家里打？好，那这个下一个问题哦，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叫做长照机构。我们从 Airbnb 开始哈，你有一个房子租给房客 Airbnb，到做长照机构，到医院，事实上有一件事情叫做有一个房间有个床位要给你，再来有一个专业的团队进来做服务。好，所以这个费用去拆解之后，发现医院盖了很棒的这个大楼，有这些非常好的设备跟专业进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有机会把这些设备放到家里去，是不是健保署可以省那个床位的钱？是对的。在家，所以如果抗生素在家里打，我就不用在医院里面占一个床位。那护理人员去现场，但是要评估效率问题。OK，但是对健保署另外一件事评估成本问题。那刚刚就谈了一件事情，叫做原来做在宅急症健保比较省钱呢。那就其实该做嘛，对不对？但又另外一件事情，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不合理啊。确实一定被搬走了，一定有人的确实被搬走了。对我医院来说，我盖了这么大栋漂漂亮亮的，你来我这里，我就是除了收房间的空间使用费之外，还有专业人员的医事服务费啊，这两个我都要收啊。但如果去做了在宅医疗之后，那我的房间不是空着了吗？好，那这就再回到一件事情，某些医院很 positive，某些医院不 positive。positive 是我本来就外面一堆在等着开刀的，一台刀10万20万，对，我后面排很多，我就不担心，没问题。在宅医疗或者是感染症的个案，其实不要占我的床位，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要在这里打点滴，对不对？我就是 IV 要打，就是1个礼拜5天6天7天，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的收益其实相对下降的。那另外一段是没有啦，我这边没有那么厉害，可以开那个10万20万的刀，我光收这些打点滴已经是我很重要的经济来源了。OK，那好，那这件事情就再往下就不说了。概念上就是，虽然这是一个一定要往前走的，也是评估医疗资源跟效率跟健保，因为健保的那个压力其实还很大嘛。当时还是署长，这是2023年的学会在宅医疗学会在年会上面分享署长的简报。2023年透过远距智慧科技照顾，借由 IQ 智慧床垫监测跟了解他的临床状况，我们就一路从当时一步一步在场域验证走上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对于想要执行在宅医疗的医生是很有 positive 跟帮助的事情，因为所有的 data 我都有，我其实知道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我就随时可以回报给医师跟护理师，告诉他长辈有什么变化的要注意一下啊。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IoT 的生命真相监测费，1天400点，意味着呃诊所如果想做在宅医疗的话，或者在宅急诊的话，他使用我的设备，他能够跟健保请领1天400点的生命真相监测。当然，在做这件事情就把机构的 cheese 给医院的那个 cheese 给搬走了。但又另外一件事情，从健保更高维度来看，它就是一个需要往前的事情，大家才能不断的提升做医疗分级这件事情。OK，这个我还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个3分钟的影片。
最后面这一段我其实还蛮有感的，就是说穿了，智慧科技导入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让长辈可以在有一点状况的时候早一点发现，然后不要等到最后。那后面呢，除了家属的负担，其实健保的负担也都相当的沉重。那前面用一点点东西就能够避免后面事情的发生。好，在宅急症的实务运作里面，也会看到它公版讲义，右下角会看到我们的产品，然后再来里面我们也在里面去说明了怎么去做这些设备跟怎么导入现场。是，那事实上在宅急症里面，就是回到一个 RPM 的概念 ，Remote Patient Monitor。那床垫的好处当然就是非接触嘛，家属有没有操作都没关系，因为长辈只要躺在床上，所有的数据都会进来。那左下角当然在厉害点没有办法量血压、血氧，所以还是请家属来量测一下，就有得到完整的数据。那在下一件事情是，这些数据量完之后，直接 LINE 可以跳出来，很重要，大家都会看到。如果有一笔数字不对了，可以做下一步的处理。怎么处理？举个例子来讲，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真实个案。这个阿嬷的血氧96，心跳64 ，OK， 收缩压61，舒张压24。再照量血压，收缩压61，舒张压24，哇，这立刻就那个 alert 的，你可以想象哇，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但我们在居家看太多太多了，就在量的时候没有绑好嘛。那我们要怎么做？提醒你，我再量一次，这不太对劲。再量一次就121/72。想象一下在居家发生什么事，在那群里面，这个量的资料啊，什么时候才知道？晚上才知道，或中午阿长看到才知道，怎么61那个？假设中间都没量，你那个护理师心里就被吓死了，对不对？赶紧，不好意思，那个外籍可以再量一下吗？这怎么回事？第二次量就好了。你可以想象这些东西都可以不必要避免的。IoT 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数据、解决资料、解决即时性的问题。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系统就可以自动通知啦，然后就解决这个问题啦。这件事情才是对的。再下一件事情是，刚刚有没有翻身？刚刚讲过，看到没问题。在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个案，他的心跳从80几到100多，这连续1个礼拜。我们就讲一件事情，老实讲，在急诊的跟医生，大家都非常忙碌，没有问题。我们把后面这几天遮起来，看到心率在80几，中间遮起来心率在90几，前面2天遮起来心率差不多在快要到100。可是你1个礼拜拉出来看，就是一条很明显的趋势线，该不该提醒？医生能不能透过这个来赶紧做下一步？就下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就是等到110，对不对？100、110再更往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必要的 suffer， 长辈就可以有不必要接受这样的 suffer， 因为 data 如果有人在分析，你有一个好的 algorithm， 好的分析手法，你知道它的 normal， 自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它的 abnormal。那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数据要做的是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些资料的整理跟分析，包含这些数据的高高低的变化，甚至于就讲一下这个个案。这个个案也是一个在宅急症的个案，他最后长辈安宁离开了。他当时一安上来的时候，呼吸是33，体温是37，心跳是107。当然就是有状况，血氧只剩下80几。那医生当时判断觉得他应该是有喘的问题，所以就用直喘针。用了直喘针之后，看到他的呼吸往下。有没有可能他的血氧也跟着往下？有可能，但是没事嘛，血氧往上，心率也慢慢下来，代表这个治疗是有效的，对长辈得到的舒缓。透过 continuous 的 data 你就很清楚看到这些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体温都稳定，然后血氧就维持在将近100嘛，都很好。然后心跳在80、90，到后面呼吸率在这个阶段开始又往上冲了，然后血压开始往上，然后这个地方又往下掉，这边又往上冲，最后离开了。我想表达是 continuous 的 data 跟资料的分析，其实带给医生跟护理人员跟家人都有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知道下一步跟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内部在做的事情，就是 News2 的指标。News2 是early warning 的那个 message 的这个指标嘛。那这个是英国皇家学会定义的，但各大医中都有了，我相信北医这边也都有，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只看 at this moment 嘛，很少会看那个趋势。所以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看它的趋势变化其实是重要的，因为那条线开始往上走，就代表它很多一定是多重指标产生的问题。那再往下看，收缩压指标、舒张压、心率、那个呼吸、血氧、体温，这其实很明显有连续资料的分析跟监测，就能够很容易的找到可能有问题的。护理人员怎么可能可以记得我照顾100个人，这100个人的资料是什么？医生也没有办法记得，谁知道他的过去1个月是在哪一个？然后我现在治疗走到哪里，他可能的高高低低 ，data 就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好，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讲一点点资料吧。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多了，我们就 relax 一下，就看一下可能我们看到的东西。这在居家，这是一个96岁的阿嬷，她很厉害，她得到 COVID。我们的呼吸率在这里看到，呼吸率是20，这个是在很早很早之前。OK， 我们就发现她的呼吸率上升一点点啊，真的是一点点。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客人啊，所以每一个客人都 service 到极致。OK， 所以那个数据一出来，我说，阿嬷最近不对劲了，呼吸率比较高一点。然后他就跟我说，阿嬷 COVID 了，哇，这个阿嬷 COVID 超厉害的，她1、2、3。他说4天呼吸就回到 normal， 而且很稳定。我们看到很多长辈 COVID 之后那个呼吸是回不到 normal 的，他就 something wrong， 而且那个上去哇一段时间都不太对劲。哇，这个阿嬷很厉害。想象你是他的家人，你会觉得很安心，对不对？虽然得到 COVID， 你看到他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很好。那这在长照机构，这个是我们的月报表，这个地方在做的是睡眠健康，睡眠的状况，日间跟夜间，他前一天没睡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没睡好，不过没睡好之后，他的呼吸从20、23、25、23、27、28一直上去，这边就叮叮咚咚一直跳通知的。然后我们的护理人员就会再提醒他说：“长辈不太对劲，注意一下。”那他就带长辈去看医生，然后就是肺炎早期。那口服抗生素可以吗？当然可以，试试看，你就可以下，你不用等医生。但我不是要建议这件事情，是这个 data 是在大家是 share，OK， 摊在阳光下。长辈的恢复一天一天的这个，你家人就会安心。所以这些资料本来就可以被大家 share， 共享有非常大的好处。跟 continuous monitor 呼吸率的变化常常都不是最后一刻，其实在7月12号到8月8号这个过程，将近1个月的时间的慢慢的变化，我们看非常非常多，它不是突然间的。OK。但也有比较急性的，6月30号，其实哪怕是6月31号到这个12号中间，都是10天以上，这个慢慢一直往上的过程。然后作息也改变了，我们的护理人员就会进来说，长辈 something wrong， 请注意一下。那我们认为这就是服务的价值，后面的这一场呼吸率的变化有高有低，然后一下高又低，这是很常见。那当然，刚好今天有很多那个大数据所的同学在这边，生理数据这个非常有挑战的 data， 因为它不像工厂自动化的资料，就很清楚那个边界在哪里。长辈的资料非常每一个人的变化都不一样，包含日夜都不一样，白天的心跳跟晚上的心跳，什么时候量他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所以因此很多的 data 的分析，你要考虑到很多的outlier 的问题，又或者是日夜的问题，跟他当时状况的问题其实很有趣。所以如果有兴趣，我们也许可以有一些什么往前走一下下 ，OK。如果你有兴趣，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好，呼吸率的变化那是临终，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做到一件事情，那呼吸率一直往上升的时候，叮叮咚咚，这个长辈是安宁个案，在长照机构，然后机构就带长辈看医生，是因为安宁嘛，就长辈就医生就看，然后医生判断应该是最后1个礼拜的左右，机构就通知家属。家属就来陪伴长辈1个礼拜，最后走掉。这个机构非常感谢我们这件事情，家属也非常感谢，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通常家属收到电话的时候，就是长辈已经走掉了，很难再有机会陪伴最后1个礼拜。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那这个长辈的个案说穿了就是他 something wrong， 然后我们举手，有专业的人员介入判断，看起来长辈已经走到了需要最后一段路了，通知家属的陪伴。你可以想象那一件事情是多么难得才做得到的事情。好，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个案，它蓝色是晚上在睡觉，蓝绿色是白天。
这是一个礼拜的资料，越睡越多，从12个小时，本来的床上12小时，到一天20几个小时，哎，想象一下这个很 serious 吧？对，发生了什么事？这很有趣。这个长辈失智，小孩轮流照顾，然后最小的小孩就跟阿嬷没有话聊，所以呢，他就在客厅看电视，然后阿嬷就在房间躺，他就无聊啊，也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所以阿嬷就躺了一个礼拜。90几岁长辈躺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其实没有生命危险的问题，他面临的是肌肉流失的问题。可以躺一个礼拜，可以躺2个礼拜吗？那肌肉非常困难再回来。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以前都不会知道，现在都可以摊在阳光下。长辈说睡不好，你是几点上床，几点起床，中间离床几次，离床多久，就完全可以用数据告诉医生说，那个我妈妈的睡眠这个礼拜是这个样子啊，她什么时候吃的药，然后吃了药之后的状况是什么，这些事情全部都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沟通，就不会是常常我自己的妈妈也用安眠药啊，对，就是她去看医生，然后我就说你几点吃什么，然后医生怎么给你啊，我就跟医生讲啊，我怎样怎样，我自己都觉得你跟我讲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你的睡得好或不好，对你跟医生讲，医生真的有理解你在讲什么吗的这一件事情，对。晚睡夜间频繁离床，然后这个是夜间离床个案再讲一个这个，刚刚看到那个很像嘛，这个也另外一种离床很疯狂的个案，从7点到早上的4点半，没有在睡的一直在疯狂的离床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专业的介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解决那个 last mile 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information 摊在阳光下，让大家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自己说，到底我解决了什么问题？我在现场帮了什么忙？其实我只不过是看到了这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我透过 AI，透过数据把它分析，把它整理，然后告诉专业的人，告诉照顾的人，现在长辈是这个样子的状态。然后呢，其实 last mile 还是要靠专业的护理人员跟照顾的人员，是不是活动量的问题？是不是作息的问题？是不是用药的问题？是不是长辈心理的问题，所以导致照顾上的品质高高低低，或长辈不 stable， 所以这是整个的那个源头。我们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智慧科技并没有从头做到底，他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那个专业的服务跟专业的照顾跟陪伴，跟真正解决长辈的那个状况，还是要有专业的人来衔接。谢谢各位，这是我今天的分享。